各位好，我是小侯，欢迎收看 DOTA 回忆录。For my brothers。2010年 ，DOTA 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与发展，门类繁多的赛事不断涌现，持续广泛的关注不断升温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两支职业战队脱颖而出，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较量都如同彗星撞地球般点燃中国乃至全世界 DOTA 爱好者的热情。eHome、LGD 被网友戏称为爹妈大战的对抗，成就了一段又一段的经典传说。10年5月，两队在 ESWC 中国区总决赛相遇，这并不能算是狭路相逢，因为这是两支追求冠军的队伍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对方都是自己通往最高荣誉道路上一定要经历的考验。决赛第一场，地图版本 6.67C， 半选情况已然决定了本场比赛的基调。蛇发女妖、黑暗游侠同时登场并站到了同一边，这要放在现在，你敢想吗？而拿到这样一个阵容，位于近卫方的 LGD 核心战术就是一个字：拖。只要拖到后期两名核心成型，那么一姐二姐联袂演出绝对让你明白得罪女人的可怕之处。而反观天灾方的eHome，他们的核心战术也是一个字：推。小歪、古法暴力拆迁，兽王无视魔免的控制，圣骑士制造混乱，死灵法提供续航。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。显然，接下来为我们呈现的将是一场推进与防守的艺术。4分钟，下河道近卫眼表面神符刷在了上路，蛇发女妖抢先兽王半个身位进入河道，哪知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天灾方打野圣骑来了个守株待兔，被前后夹击的美杜莎交出一血。6分钟，对线期结束，近卫方靠着防守眼及酱油味的积极游走避免事故，而一个放弃中单包机买眼的恶魔巫师，他的定位就是纯粹辅助保队友发育。在那个没有轨迹之物的年代，这种情况的确让人难办。天灾主力干克兽王几次出手均无功而返，而战局的另一边，近卫方却靠着先知的高机动性，在小范围打起了反击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冷静的eHome决定发挥自己的阵容优势，不跟你在局部纠缠，立即 push。一塔还能勉强交换，可面对小歪的大招以及一个拖家带口、人多势众的圣骑士，近卫方上2塔也无力在手。随后，简而言之，天灾方抱团推进，近卫的外塔是一个接一个的掉。18分钟，跳刀萨满留住了撤退不及的蛇发女妖，纵使魔法盾加身，面对各种魔法输出也被轻松秒掉。两传此皆大杀掉小歪，得神牛沟壑接应，在夹缝中死血逃生。但趁着近卫方撤退之时，天灾方打掉 BOSS，NEC 拿到重生。20分钟，eHome拔掉最后一座近卫外塔，随即攻上高地。显然没有料到天灾的节奏是如此紧凑，还在下路破塔的近卫英雄纷纷 TP 回援。随后双方在近卫门口大打出手，各种技能齐上，五彩斑斓的战场一时间煞是好看。可硝烟散尽之时，双方竟然是奇迹般的零伤亡，真不知道这是主力英雄的不幸还是酱油英雄的万幸。总而言之，天灾方靠小歪的一堆蛇棒和圣骑的无数宝宝换掉了近卫高地塔。1分钟后稍作调整，双方又在天灾下路一塔开团，兽王大招定住先知，接着由萨满的一把闪电收割，BKB 小黑在天灾英雄的围观下成功跑路。随后小歪跳拉蛇发，虽有神牛及时打断，但其队友已然跟上，美杜莎死得无话可说。回顾这场团战，天灾方靠着6座外塔的额外收入已然积累出了装备优势，真不知道近卫方何来的自信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与对手刚正面。24分半，梅肯兵甲带盾死灵法师一马当先冲上近卫高地，黑暗游侠开启黑皇杖疯狂输出，可梅肯配合陈的大招又让他前功尽弃，一错神的功夫，早有兽王大招吼住，飞斧收割。
纵使小黑立即买活，可在这期间，先知已被古法的幽冥守卫弹死，莱昂也被暗影萨满点杀，后面还有蛇棒不停地输出建筑物，近卫方中路靠破。靠着 NEC 强大的持续作战能力，天灾方并没有选择见好就收，踏平中路的他们直接中转下暴力拆迁。死灵法师送盾之后重新站起，又在近卫方的集火之下终于体力不支，而其余队友则是继续不要命的强拆兵营。近战兽王看到兵营倒塌，含笑九泉。小歪跑得最早，成功 TP。圣骑士则冷静地在死前提着一口气，将古法传回了泉水。舍生救人，以命换命，逼神357要说他们之间是清白的，那你这话可以上新闻联播了。一战之下，天灾方手握2路兵线优势，更主要的是，近卫方除小黑以外全部装备凄惨。美杜莎被特殊照顾，仅半个小时，一颗林肯法球还没制作出来。然而，神牛的关键道具却为比赛增添了意外。27分半，复活的天灾英雄开始在上路集结。然而，就在集合前的短暂分散，近卫方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机会，虎口拔牙，神牛果断跳大，秒杀推进主力遗忘法师。而这次击杀则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。首先是天灾方顺风顺水的推进节奏被打乱，或者说至少是被拖延了，这就为近卫双核的发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。而顺势反推掉的上路2塔，也为近卫方高机动性的先知提供了更大的牵制空间。总之，这是自天灾抱团 push 以来，近卫方第一次主动出击并且打赢的战斗。30分钟，天灾在攻近卫高地，这里小歪有细节做得不好，大招放得太早，而队友又被美杜莎的石化凝视拖住了脚步。在上之时，早有分身小黑将蛇棒点了个708落，不成阵势。神牛跳大与死灵法师换命，而撤退不及的古法也被先知的技能留住，黑暗游侠拿到双杀。最终，近卫用一个已经出了跳刀、无欲无求的旱地神牛为代价，挡住了天灾最强势也是最关键的一轮进攻。32分钟，近卫骚扰正在进行柔善副本的天灾军团，但小黑脱离大部队孤军深入的行为实在令人不解，连中3级大招，黑暗游侠洗洗睡吧。而没有了强力输出，天灾方安心打掉 BOSS， 死灵法再拿不朽。34分钟，近卫方故技重施，企图集火秒杀另一名推进主力暗影萨满，然而神牛的跳大却被小歪机敏的跳刀躲过，而绕后包抄的先知更是被死灵法收割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1分钟后，在对方神牛和己方萨满大招同时 CD 的情况下，天灾方强上高地，小歪先手跳阳黑弓，扛着限制对手，却没有及时开启自己的 BKB， 随即被高爆发的莱昂秒杀。圣骑士也被先知圈住，由小黑点死。残血古法没能逃脱神牛远距离的沟壑，而重生的 NEC 再次阵亡之前，则用大招收走了 DR 垫背。小黑哭了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一场团战都打完了，你还憋了个大招不用？死灵法赶紧解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重施之前我不是没蓝吗？这一复活，赶紧就给你补上了。正所谓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比劫我赢。一个推进阵容拖到40分钟，2次进攻高地未果，颇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。而反观近卫方的 LGD， 他们似乎找到了当年对阵 KS 一路被爆2路被迫最终翻盘的感觉，是越打越有信心。43分钟，近卫刷掉3代柔闪，分身黑皇杖小黑带盾，林肯欢迎福美杜莎拿到奶酪，一波反推下路，高地之上，茫茫多的真假空剑手让天灾方瞬间凌乱，犹豫之间，高地塔已经被点爆。
随后双方混战，神牛先知换掉了小歪古法尘，蛇发女妖靠着奶酪的续航，死前强行 A 掉了近战兵营，扯平了下路兵线。而重生的小黑则又一次在天灾英雄的强势围观下成功 TP。48分钟，天灾方最后一次主动求战，但此时此刻，小歪的蛇棒攻击已经变得不疼不痒。天灾方激活黑暗游侠，却方便了一旁的蛇发女妖。最终，美杜莎暴力3杀，带领队友以一个黑弓为代价团灭天灾。此战过后，小黑装备鹰角弓，蛇发赛天蝴蝶，神牛做出 A 杖。至此，天灾方再也没有了与之相抗的资本。52分半，天灾方带线到高地。看借位人齐，直接选择撤退。可旱地神牛一道惊艳全场的沟壑，神奇地将2名英雄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留在了己方半场。随后先知1捆2，莱昂1出2，为天灾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。随即近卫一路高歌猛进，推通3路。其中蛇发女妖在高地之上如中流砥柱一般不动分毫的身影，令人久久难忘。一姐的霸气在这一刻显露无遗。时间进入10年的下半年 ，LGD 队长2009退役，转型做了战队经理，且 FTD 成员小池加盟。一言概之 ，LGD 风格不变，强势依然。10月，两支战队在 WDC 的赛场上再次交锋，而半选情况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。位于近卫方的 LGD 出人意料地拿出了一套高智商的阵容，5名智力英雄的出场，刹那间令全场哗然。而身处天灾方的eHome，则是除了神牛之外，个个身手敏捷。最后一选更是请上了手长腿短的传说哥。总之，这两套阵容一出，足以亮瞎全场观众的双眼。比赛开始，双方不约而同地拿出了当时的主流311分路，上路6人混战，但近卫方强悍的法师组合相当考验火枪的意识与走位。中路蓝猫影魔对单，下路则是死灵法剧毒 solo。5分钟，5级影魔迎来了一个自己的爆发点，仗着加速神符在手，塔下击杀风暴之令。奈门摩尔向世人宣布，曾经哥也是一个勇者，直到所有人开始向我射箭。10分钟，蓝猫在天灾方的视野盲区 TP 上路，配合3名队友杀掉传说哥。要说这火枪的阵亡也着实有些无奈，队友已然插好了保护眼，并且有2个酱油贴身护航，可面对蓝猫强悍的先手能力和不讲理的冲脸打法，也只能是徒呼奈何。13分钟，天灾中1塔处爆发大规模团战，加速蓝猫从侧翼先手影魔，总算是报了一血之仇。而挂机保人没到6级的旱地神牛放了一道沟壑追随影魔而去，一战得胜，近卫方顺势破塔。天灾的问题来了，英雄属性决定了他们现在的情况是团战打不过，落单被人抓，而近卫方则是一路开开心心的推塔打前，形势有点像上一局的翻版。此情此景，天灾方只能是剑走偏锋。19分半，eHome兵行险招，劣势之下靠 VS 做的视野，成功偷掉柔闪，扳回一城。20分钟，近卫方迎来了自己的强势爆发期。首先是级别的提升，使得技能伤害达到了最大值。其次，面对熊猫近乎无解的先手，天灾众人不敢分散。虽然双核发育尚可，影魔黑黄火枪分身，但辅助位装备凄惨。反观近卫方，死灵法师梅肯先锋，火女跳刀，蓝猫 BKB， 核心物品已然装备齐全。24分钟，蓝猫突进先手神牛 ，ES 放不出技能便被秒杀。影魔开启黑黄杖在人群中放大，却被死灵法师一口梅肯奶了回来。VS 也在乱群中被死灵飞龙收割。随后双方围绕天灾2塔进行了长达3分钟的争夺。
TP 落地的神牛被火女算准时间晕在了原地，只来得及扔出一个不疼不痒的大招，又回了温泉。重生的复仇之魂也不起后尘，以后我们2名数字党再次一同扑街 ，SF 也无奈交出了自己的重生盾。接着，近卫推掉防御塔，火女跳晕剧毒，风暴之灵善始善终，为这场团战收尾。31分钟，影魔在夹缝中刷出分身符，火枪再添2把标枪，野电交火。虽然这一次是近卫主动求战，但配合上出现了偏差。火女来的稍晚，蓝猫又要先手神牛，剩下3人缺少硬控制，影魔从容开启 BKB。夜虚空间狭窄，死灵法师又贴身中了魂之挽歌，率先被秒。没有了航空母舰的后勤保障，死灵飞龙无力倒下。当然，天灾2个酱油逢战必死也不是什么新闻了。最终人头2比2，此一战天灾惨胜。接下来，一homem被人津津乐道的执行能力得以充分体现。34分钟，靠着剧毒蛇棒的圈地运动，天灾方再投柔闪 ，SF 重获不朽。而面对近卫方的先手与爆发，天灾方更是开始了和谐有爱的抱团之旅。不论打野战线，一个半径1500码的圆就能将5名英雄圈在其中，这是摆明了嘲笑近卫方没有团控啊。反观近卫方，他们拿的是一个容错率很低的阵容，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包括刚才那一局在内，既然都是希望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，那为什么要把旱地神牛这种路人里的反黑先锋 CW 中的防 push 达人留给对手？况且 LGD 这5个英雄虽然打架很凶，但推进能力一般。死灵法师倒是能提供续航，但是缺少有下塔能力的英雄，因此他们无法利用前期强势转化出优势，甚至确定胜势。38分半，反倒是天灾方打出了第一波推进，落单的死灵龙被秒，随即天灾方靠人数优势攻上高地。无疑先手扔出乒乓球，但立即被天灾绞杀。火女的高爆发配合冲阵的蓝猫秒掉火枪手，死灵法的补给扛不住影魔的输出，但为雷娜偷袭 VS 赢得了时间。随后买活的 NEC 和复活的死灵龙一起杀到，补给完毕的风暴之灵长途奔袭收割神牛，而重新站起的影魔自知逃命无望，摸了俩小兵为自己垫背。考虑到天灾方物理输出的强悍，死灵法继阳刀之后选择了幽魂权杖。可是拜托，作为带头大哥却选择了这么一个打架不能还手的装备，1号位都怂了，你让队友情何以堪啊？这并不仅仅是一句玩笑，事实上，死灵法师的物品选择确实有待商榷。一味的保命和续航，将输出重任全部交给了风暴之灵，面对天灾双核是要吃亏的。毕竟，想要靠撑肉累死对方的物理 DPS， 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。41分半，近卫众人在天灾高地之下强行出手，可先锋笛子的剧毒术士想要秒杀实在困难。结果因为这次冲动，2号位蓝猫、1号位死灵法先后死在这里。趁此机会，天灾方一轮逆袭推开中路高地。现在的形势就很微妙了，一个前期阵容却被对面先破了一路，似乎比赛已经没有了悬念。但 LGD 不骄不躁，耐心的寻觅属于自己的机会。45分半，天灾方在近卫的围观下，虽然强行推倒肉山大魔王，但 BOSS 点的特殊地形给了近卫方关门打狗的机会。无疑风骚的站位，隐蔽的大招输出，加速火女机动灵活，风暴之灵反复冲击，死灵法师更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最终只有剧毒术士逃出升天，天灾4人阵亡。54分钟，蓝猫飞越半个野区先手影魔，跳刀火女接上后手。可就在技能接济不上的片刻，难门摩尔分身黑皇一击开启，撒旦状态下血量以可见的速度迅速恢复。幸好死灵法师及时赶到，死亡镰刀终止了影魔疯狂的行为。随后双方就地开团，无疑在乱军之中又放了一个漂亮的大招。
天灾军团虽然联合绞杀死灵飞龙，但神牛和剧毒也相继阵亡。最后由火女缠住了火枪，蓝猫则在下方收掉了 VS。接着近卫方顺势反破天灾中路。要说这一战能够打赢，先手杀掉影魔是关键所在。但追根溯源，并不是因为风暴之灵的操作者月夜风拥有杀手般敏锐的嗅觉，而是无疑高台插下的侦察守卫如同明灯一般照亮了近卫方的前程。你还敢忽视辅助的重要性吗？然而经验老道的 eHome 虽惊不乱，看到近卫撤走，死灵法 TP 上路收钱，天灾方立即5人集合，兵发柔闪。影魔背盾，火枪神牛则是人手一块奶酪，随即一轮强势推进，兵临城下。蓝猫的先手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，剧毒、影魔、布衣、神牛一起放大，场面如同节日夜空的焰火，绚丽夺目。传说哥吸收大量伤害，极限一口奶酪吃得很饱。先锋蓝猫率先阵亡，随后立即买活收割剧毒术士。在拼掉矮人火枪手之后，又一次被天灾绞杀。神牛则靠着奶酪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。然而蓝猫再度买活，球形闪电撞死复仇，死灵法收掉神牛，而原地复活的奈门摩尔面对各种阳刀、各种限制，已是插翅难逃。史书记载，是以风暴之灵于100万军中3进3出，打掉重生盾1枚，奶酪2块，先后残影、涡流击毙天灾上将4员，士兵无算，2度买活，疯狂杀戮，带领队友团灭天灾，而己方也有先后4人次阵亡。此一战局之惨烈，战况之悲壮，只叫风云为之色变，大地为之颤抖。此战过后，天灾小儿夜闻蓝猫之名只提，海加尔山上下更是盛传民谣。名师大将莫自劳，千兵万马避蓝猫。66分半，死灵法师的最后一个装备选择了强袭铠甲。随后近卫方打掉5代柔闪，蓝猫背盾 ，BOSS 点数则是一片狼藉，回城卷轴扔了一地。买不到回家车票的兄弟们可以来这里转转。72分半 ，VS 侯开视野，先手换进秀逗魔导士。火女放不出技能，便被影魔的阳刀阳住，与死灵飞龙一起成就了冰眼蝴蝶传说哥的双杀。死灵法师靠着绿杖夺撑了几秒，但仍然无法逃脱阵亡的厄运。76分钟，近卫主动求战，蓝猫突进先手火枪，但传说哥猥琐的站位使得风暴之灵陷入了孤军深入的窘境。2名跳岛英雄跟得最紧，却死得最早。而eHome作为强队的基本素质之一，就是吃亏不饶人，得理不让人。他们抓住机会立即推进，战场瞬间由冰封王座转移到了世界之树。熟悉的场面，熟悉的情景，风暴之灵真的如同在狂风暴雨中纵情舞蹈的精灵，携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狂飙突进，纵横驰骋，义无反顾，不死不休。冲锋，阵亡，买活，再冲锋，再阵亡，再次买活，再次冲锋，团灭天灾，疯狂杀戮。风暴之灵背靠世界之树，捍卫近卫军团的荣耀。硝烟散尽，但一切还没有结束。利用对方大战之后的片刻松懈，近卫方除火女之外4人换飞突袭下路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刚刚买活的神牛放不出技能，再次阵亡。殿后的剧毒术士也没能全身而退。谁说中国战队打不出热血的 DOTA？随后，近卫方集体来到 BOSS 点处找6代肉山的麻烦。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得当，
但就在这将近1分钟的时间里，火枪和影魔走完了分身斧和黑皇杖的 CD， 买活的剧毒术士已将蛇棒结成了阵势，而旱地神牛也从温泉中复活过来，严阵以待。况且柔闪副本掉落的宝物对于6格神装的蓝猫死灵法提供不了任何帮助。事实上，类似的情况在66分钟也同样出现过。在蓝猫的挑逗之下，天灾坊黑黄笛子从实开启，但近卫并没有适时推进，反而却打掉了5代肉山，得到的不朽盾也在10分钟后被系统收回。80分钟最后一战，天灾坊以逸待劳，靠合理的站位以及火枪、影魔那变态的输出能力，将对手的强攻彻底绞杀。禁卫军团先后4人阵亡，却仅仅换走了一个复仇之魂。纵使蓝猫还能买活，但大厦将倾非一目可知，最终英雄折戟，壮士断腕。况且天灾军团也不再犹豫，一波推进，不管不顾，强行拆掉世界之树。GG， 2个简单的字母向双方选手致以崇高的敬意。2010年，eHome 与 LGD 这2支中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 DOTA 队伍联袂为我们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饕餮盛宴。这其中既有2把圣剑翻盘的经典，也出现过4蝴蝶5圣剑的闹剧。但不论如何，这2支战队共同成就了一段传奇，代表了一座巅峰。接下来的故事已是众所周知，日渐没落的豪门，各奔东西的队友。也许在电子竞技这个并不成熟的行业里，谈梦想和追求本就是一种奢望。但正因如此，我们更加怀念当初，怀念那段没有嘲讽、没有内幕的时光，怀念那种纯粹的激情，怀念那份简单的执着。